今天来介绍一个名词，叫做时间感模式。时间感模式的发现，原始来自于佛陀的智慧，让我领悟到存在于宇宙之间一个被人类长久忽视的重要理论。我曾听闻佛陀说，人的一生相对于造物主的一眨眼。然而，我发觉这句话并不单只是一个形容词，而是真实存在于宇宙间不同次元灵体对时间的感受。时间感模式一直存在于各次元之中，一个被人类忽视的重要科学元素。时间感模式的真相也显示着一件非常残酷的事实。你知道身为被造物主创造出来的灵性生命有多长吗？答案是，造物主的生命是永恒，而被造物主创造出来的你我生命像永远那么久。也就是说，灵魂根本不会死，身体只是跟着灵魂短暂虚幻的存在。被造物主创造出来的灵性会一直活着，根据审判结果一直住在不同的形体，可能是住在动物身，也可能住在没有灵动力的无生命体，或者成为人类，或者上天堂，甚至回到最高等次元法界的净土。然而住到不同身体对时间的感受是以各自在当下居住的躯壳时间感受为主，并非都是跟人类躯体对时间计算的模式一样。造物主是万物的主宰，拥有最高度科技与智慧。神的审判势必也有着人类无法揣测、绝对公平、万无一失的精密程式来做判决。然而，这些审判形成的因果效应即是轮回。大部分的人类以为人死了，过不久就可以排队再投胎为人。但是释迦牟尼佛说，得人身如爪上沙呢。所以想要再次转世当人类，真的有那么容易吗？这个画面，当时释迦牟尼佛尊者带着弟子走在恒河边，顺手从地上拾起一把沙子，又从手中放开，让手中泻落的沙像泪水般流走。世尊哭泣地告诫着弟子，众生如果落到三恶道，要再得到投胎到人生的机会，就像那抓起来的一把沙子泻落后，唯有手中残留在指缝的少数沙粒，才有得到投胎当人的机会。仅仅残留在指缝的少数沙粒这般渺茫。我们观察一下眼前千百万亿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生物，甚至细菌、微生物，又该由哪位倒霉的灵魂来扮演呢？难道那都是别人的事吗？所以佛陀的言论似乎不是在吓唬人类。在佛典里严肃地警告着世人，轮回有千万劫，而轮回要百千万劫，要经历数十亿万年。我们来看一本佛书写的，还有公式哦。小节84000减10乘100乘2等于167980000万年，中节33596万年，大节134384万年。你听得下去吗？我的数学算是很不错的，但是我看了头好晕啊。不过轮回在当回人类的难易度，当然也要看灵性当时位在高或低的阶级。然而有一个症结点，地球明明有人类存在的记录，也不过几千年历史，为什么轮回却要经历数十亿万、百千万劫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就是轮回的时间感模式并不是单用人类的时间感觉来计算。原因很简单，因为你不一定都一直扮演人类。轮回要数亿年，有千万劫，这个惊人的宗教言论是可以用科学来解释的。时间感模式到底意味着什么？跟我们又有什么关联？得人身如爪上沙，于释迦牟尼佛告诫的那番话中，一定有众生会有异议。真是夸张耶！世上的人儿这样多，重新投胎为人，真的有那么困难吗？但是佛典故事却说得这么惊人，百千万劫的呢？
感觉有几百几千万年那么久呀。但是地球的存活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久，对吧？一切都是因为人类忽视一个重要的知识，人类总是用人类的时间感觉模式在计算所有生物对时间的感受。然而事实上，在高次元相对于人类的时间感是高速飞快的，而动物跟低层灵性相对于人类的时间感是缓慢的。一般有灵魂之窗的动物，时间感相对于人类大约是1:5，但是假若是二次元蟑螂、蚂蚁、蚊子，甚至更低等的生物，有可能我们的1分钟就是它的1天了。住在高次元圣界位阶以上的灵性，连时间的束缚都没有。但是如果住在土里、下水道的微小生灵，却痛苦的度秒如日。到底投胎再当回人类要等多久？来举一个实例，我们来讲声称是戴安娜王妃转世的澳洲小男孩比利的故事。戴安娜王妃于1997年在一场与狗仔追逐的严重车祸中丧生，而宣称由戴安娜王妃转世的澳洲男孩比利，他大约于2015年出生。比利的爸爸 David 说，比利曾向一位从苏格兰来访的朋友准确地描述了戴安娜王妃生前未公开而最喜欢的苏格兰住所。4岁之后，比利不断坚称自己是一位王妃。当别人问他，那你当王妃的时候，你家里还有谁呀？比利果断地回答 John。 事实上，戴安娜王妃确实有一位名为约翰的哥哥，比他年长1岁，不过他在1960年就已经去世。另外，比利还经常提到，我有2个男孩，当然应该指的就是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他的父亲 David 表示，虽然妻子是英国人，但是他们平时根本不会谈论英国皇族的家事，家里面甚至没有英国皇室的纪念品。除了转世之外，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儿子这些惊人的言语与行为。你相信这个事件的真实性吗？我个人99%是相信的。逻辑上，我不认为一个小男孩有那么大的本事编个故事，在大费周章昭告天下。何况这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而轮回这件事本来就是真实存在，只不过转世为人时都得被设定暂时失去前世记忆的程式。假设这个案例，戴安娜王妃往生后过了人间18年，得到转世机会，大家一定觉得很快啊，哪来的百千万劫啦，真是夸张耶。假设往生7749天后，就得到下一世去报道转世。那么戴妃的例子，他再度转世为人，其实已经感觉过了好几百年了，因为在人类时间18年间，可能辗转住在动物身，过了不止1世了。于是在等待再次投胎为人类时，可能住过不同动物的身子，所以由于对时间的感觉不一样，于是时间就被延长了。虽然听起来区人间短短18年，但是灵性在等待的过程中，可不是用人类时间感模式在计算等待的时间哦。这就是凡人与佛陀智慧的巨大差异。况且戴妃算是尊贵的灵魂哦，如果是被审判下到低等法界的人，可能就真的百千万劫必须无止境地等待下去。再来用数字更详细分析时间感模式。举一个最好理解的例子，由于人类与猫狗最亲密，它们的出生与往生都是确切知道时间的，所以可以得知身在小狗小猫人间1天的感觉，等于在它们世界已经过了5天。人类与猫狗的时间感相对比例大约是1:5。如果你家养了一只小狗，而它快快乐乐地陪了你16年，那它的寿命等同于人类活到了80岁。那如果活到了19岁，就是95岁，以此类推。你可别感叹狗狗的寿命怎么这么短，大部分活不过20岁。那是因为人类忽视了时间感模式在狗身上对时间的实质感受。假如你活到了80岁，跟狗狗活了16岁，两者的寿命是一样长的，在各自的立场都同等感觉活了80年。狗的16岁
只不过是人们用了人类的时间感模式去计算，而没有相对用狗的感觉去计算它们的寿命，才会产生误解。如果主人出门工作10小时后会回到家，但是小狗却会觉得主人每次出门都好几天才会回家，每次出门都出去好久哦。然而，如果住在灵体更小的动物，人间的一天可能相对是他们的1年。这件事意味着灵魂被锁定在越小灵体身上的时间里。灵魂的实质感受时光是非常不自由、非常漫长的、非常痛苦的，并不是跟人类一样，时光飞逝一天又一天。我们来举一个低层灵性受到相当苦难的例子，例如蚊子，它的身体这么小，平均寿命最长约60天，相对于人类约120岁，所以时间相对比例是1:730。这还只是大概的比喻，相信实质上蚊子对时间的感觉一定更冗长。而蚊子60天的一世，可不是像人类感觉咻地就过2个月而已。换算一下，人类的2分钟就等于蚊子的1天，真的是度分如日啊！甚至因为无所事事，只有饥饿感觉，对生命的感受显得无意义，而更觉得漫长。身为蚊子一生的寿命几乎处于饥饿痛苦的状态，分分秒秒都觉得肚子好饿，想要饱餐一顿，唯一的食物却得找死般地扑向对蚊子而言像神一般的人类身上吸血。如果没有遭遇到被人类一把啪死的意外灾害，试想60天对他们的感觉来说，是否真是永长的一生？那种分分秒秒的痛苦感，深深地隐含着神严肃的审判产生的因果。蚊子虽然知道会被啪死就可以解脱了，但是想到要被啪下去，却又吓得魂不附体，处于低层灵性都是恐慌、痛苦、可怜的。由此分析，灵体越小，寿命越短，但是在感觉上却比人类更痛苦、更永长。然而，如果住在比蚊子更低层的灵性，一世生命的感觉就更无法想象的漫长与痛苦了。简单的说，次元空间数值越低，时间感越长越累赘。反之，身处在高次元空间的美好境界，相对的当然就感觉时间飞快，甚至高到某一个层级，连时间的束缚都不必。而人类正常的一生寿命，在造物主的眼中，仿佛只有一眨眼那么快速。这么说，上帝的时间就像火箭般咻咻咻地流逝吗？不，在上帝的时空中，已经没有叫时间这种东西了。时间是造物主创造出来的幻觉，在造物主的国度里，时间根本不存在。Time is free， 而在人间 ，Time is money。时间是很珍贵的，所谓的时间只是上帝对于六凡的灵性所设定的一种束缚，相当于被审判后的刑期。所以时间的存在象征你服刑的期限，因为时间本身就是个束缚灵性的空幻东西，而神的世界是不被时间束缚的。你试着想想看，没有被时间束缚，是不是非常自由自在？所以灵性一定都得心存善念修行，人都想往高处爬，往美好的国度去生活，就不必担心百千万劫的轮回了。结论：位于仙界较高法界的灵性身体越大，相对的时间感觉就越飞快；而生于更低层的灵性，身体越小，时间感就越长，痛苦的指数越高。然而，理解了存在宇宙之间时间感模式后，试着想想看，当高法界不小心碰触到低法界的生物，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很多难解的宇宙悬案难题，有可能借此可以找到答案哦。后面的影片，我将用时间感模式的概念，试着破解时空旅人的真相，敬请期待。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拜拜。